西方与俄罗斯关系如何发展？北约秘书长一语道破真相，表示不要指望西方与俄关系正常化。俄罗斯官员淡定回应。随着俄乌冲突的愈演愈烈，北约和俄罗斯的关系也越闹越僵。但我猜普京一定思考过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有没有可能随着俄乌冲突的结束和好如初。毕竟从他当上俄罗斯总统的那天开始，就很想和西方搞好关系，打开文明世界的大门。普京深谙背靠大树好乘凉的道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俄罗斯对西方可以说是掏心掏肺，给他们提供物美价廉的能源，不为赚钱，只为友谊。可普京的一片好心又换来了什么呢？北约无视俄罗斯的感受，一落东扩到俄罗斯的国境线边上。俄乌冲突打响以后，北约更是想置俄罗斯于死地。据报道，北约秘书长公开表示，哪怕俄乌冲突结束，西方俄罗斯也不可能恢复正常关系。他还向乌克兰做出承诺，西方国家会继续军援乌克兰，甚至在不久后提供重型武器。虽然北约秘书长一再强调他不希望北约和俄罗斯间爆发直接冲突，可即使俄罗斯有言在先，北约还要不顾俄方警告继续援乌，这必然会导致北约和俄罗斯发生正面冲突。由此可见，北约这回是撕下面具，对俄罗斯放狠话了。年初时，北约还承诺只会提供防卫武器给乌克兰，这么快北约就变脸了。相信现在的普京已经看清北约的真面目，不会再对西方有所期待了。接下来只能下定决心，全国动员打败西方。这件事也给中国提个醒，西方是不可能放过中俄的，还是不要再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事了。分化欧美是几乎不可能的，他们就是一丘之貉。北约违背承诺，步步东扩。本来和俄罗斯也不算个正常的关系，只不过以前是尚未图穷，如今毕现了而已。难道北约以为俄罗斯会一直是傻子吗？俄方的回应这不就来了吗？俄官员在看到北约秘书长的表态之后，淡定回应道，俄方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坚决捍卫俄罗斯主权，走自己的路。在昂萨人的头脑中，只要是不愿和他们沆瀣一气、同流合污的国家，都是他们的威胁。他们的野心就是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世界，以便于他们永远霸凌世界、奴役世界。调解和停止流血冲突不是西方国家的追求，但这对于战斗民族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从俄方的反应就能看出，对于这个结果，俄罗斯一点都不惊讶，俄罗斯也不吃那一套。反正俄罗斯和西方关系破裂，损失更大的是西方。既然西方想撕破脸，那俄罗斯就奉陪好了。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俄罗斯也不会幼稚的期待与北约的关系可以实现正常化。北约真是太自作多情了。